好，朋友们，这就是 Pura 80 Ultra。你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最值得关注的应该就是这一次 Ultra 的这个起码是长焦的，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Ultra 的这个摄像头模组矩阵单扣这个位置，其实会比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像 Pro 加的这个整个的矩阵的这个设计要大很多。而且我们从这个摄像头这个大小、圆环的大小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摄像头的这个长焦的这个位置，这个整个会比它的主摄以及广角要大。来，我们先来看这一次这个摄像头哈。好，这是它的这个主摄5000万像素，也是1英寸大底的主摄，同时它也是支持了这个可变光圈。那这一次的这个广角是在这边，这一次的这个潜望式长焦，这一次产能是这种双目镜头，也就是说它可以有2个倍数，左边呢是它的这个3.7倍的这个潜望式长焦，那这一次的这个3.7倍呢，拥有5000万像素，而它调整到这个9.4倍，也就接近10倍的时候呢，它会变成1200万像素。底部呢是它的这个红枫的这个镜头，也就是它的这个红枫镜头，这样的。那这个位置呢是它有一个应该是激光对焦，类似于激光对焦的这么一个感应器。好，那么你们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2个镜头的这个切换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啊，它这个现在是3.7倍的镜头，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清楚。但是当它调到10倍的时候，就是你如果说你直视的话，你是能看到有一个东西歘的就转移到了另一个镜头的这个位置，切到10倍，谢谢。来，现在是3.7。好，切到10倍，切了。好，这儿可能录像录不太清楚啊，你会从你在你的眼睛上面会看到从这个位置切换到这个位置，非常非常快速的一个切换。而且值得关注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切换镜头的时候，比如说我从广角切换到3.7倍的时候，整个画面的这个流畅度还是有的，你们看，还是有的。1倍、2倍、3倍、2倍、3.7倍、10倍，好，它是有的，而且它也是支持了这个长焦微距。比如说我们拍到远处的这个文字吧，当我们从3.7倍切换到10倍的时候，哎，你们看有一个小小的动画在这个画面里面，你们看见没？有一个小小的动画。那同时呢，这一次在这个相机里边，这一次也加入了一个，除了它有这个 Ximage 影像风格之外呢，它也是加入了一个个性化色卡。我们点开之后呢，可以看到你可以进行的一个调整，比如说在色温、饱和度、光影的一个调整。比如说别人给你发了一个个性化色卡的一个文件，你可以导入，并且可以进行一个使用拍摄的一个使用。好，这就是它的一个色卡。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调整的这个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它的这个可调性、可玩性会更高一些。在这个界面的右上角呢，还有一个对应的一个预设的色卡的值，我们可以选择自然、胶片、电影以及动漫的风格来进行这个拍照。哎，我先想看看它，如果说选择它可不可以进行这个视频的拍摄呢？我们试一下。哦，它是不支持的，也就是说，目前它只支持在拍照的这个场景下来进行这个色卡的使用，并且呢，它也是支持了这个人像拍照下使用它。AI 辅助构图也是在这个 Ximage 影像旁边。那么，如果说我们拍一些风景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对应的一个构图的一个辅助。那然后，因为我们现场是不能体验的啊，那后边我们拿到产品的话，会给你们再一个详细的体验。这个 Pro 加还有 Ultra 呢，采用是四维等身曲面，这其实是和上一代差不多的，而且其实整个屏幕来说会比 Mate 的这个手感也会好一些，因为 Mate 偏宽，而这个 Pura 的手机呢，整个还是比较偏瘦一些或者偏细一些，所以说在手感上面呢，其实Ultra 会更好一些，会更适合一些手小的朋友。其他方面，比如说像运行内存方面采用的是16G 的运行内存，然后也有512G 和1T 的这个运行1T 的那个内存配置啊，然后系统版本是采用的是鸿蒙5.1的这个系统版本。这就是 Pura 80 Ultra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现场上手的。如果对这个产品有什么想知道想问的，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一会儿呢也会带来这款产品的一个开箱啊。